这种像脑鬼一样的村民鬼魂，你们见过吗？据说他们曾经也是村庄里面幸福的成员啊。直到某天，一个讨厌的熊孩子在村庄里面玩起了 TNT， 后来发生的事情，想必你们也可以猜得出来了。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村庄残存的遗址，村民们的灵魂仍在这里游荡，不知归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豹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模组 Bear Me Makeover 的介绍。这是一个在原版的基础上对 MC 的生物群性进行改造的模组，每次更新都改造了新的生物群性。目前有恶地、蘑菇地、沼泽地，还有黑森林。恶地和蘑菇地是前2次的内容，我们先从这2个生物群性开始介绍吧。首先是恶地啊，也就是片头村民鬼魂生存的地方。其实原版这个恶地是非常荒凉的，就是一片光秃秃的棕色大陆，感觉像是沙漠一样啊，偶尔可以看到一些裸露的矿井和灌木丛，连树木都看不到几棵。不过现在这个地形添加了特殊的生物结构——鬼城。这个鬼城搭配上恶地的色调，有点像西部风格的味道。再戴上鬼城里面找到的牛仔帽，骑上个小马，直接化身成西部牛仔，加上背后偶尔被风吹动的风滚草，以及模组额外添加了比较细长的仙人掌，这个时候要是再来个配枪，就更有那味儿了。不过这个模组里面的牛仔们好像比较落后啊，地图上偶尔会刷新出来强盗巡逻队，他们就像是原版的灾厄村民，不过是拿弩进行攻击的。队长背上背的旗帜也是他们所特有的，一言不合就会和玩家发起决斗。不过这个决斗这么多人和我一个人单挑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啊？稍微有点扯远了，我们回到我们刚刚那个鬼城。鬼城可不单单是我们平时理解的空城的意思啊，它这个鬼是有字面含义的，也就是说鬼城里面是确确实实存在鬼魂的。他们像一群没有钱买裤子的蓝色灾厄村民，可以随意的穿过坚硬的墙壁，连鸡眼都可以无视，并且还会随机和周围可交互的物品进行互动，像红石灯或者是火板门什么的，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动静，好像这里有人居住一般，有种闹鬼了的感觉。平时的话他们是不会主动攻击玩家的，就算这个玩家和他们有深仇大恨也一样，只会在玩家主动招惹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才会进行反击。攻击的方式像脑鬼一样，无视地形直接冲过来，不过还算是比较讲原则的生物啊，比他们生前作为商人的时候要讲道理多了。我们击败他们之后会获得一种叫做灵智的掉落物，可以做成一个叫做吵闹鬼的机器，作用也是随机和周围的方块进行互动，不知道一些红石党会不会喜欢这个功能。这片恶地也非常适合淘金党的探索，因为在岸边或者水中可以经常发现一种富含矿物质的土壤，这种土壤叫做采土，拿上一把小铲铲就可以从中挖到各种矿粒，体验到淘金的快乐。运气好的话还有可能挖到绿宝石。然后虽然这个采土的贴图上面有钻石，不过我挖了几百个都没挖到过1次啊，可能是挖到钻石的概率非常小，这应该也是比较考验欧气的事情。OK， 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下面的一个生物群系——蘑菇地。蘑菇地变得比原来富饶多了，地面上有各种菌丝和小型的蘑菇，本来只会在闪电击中后生成的棕色蘑菇，现在也会自然生成。在夜晚的水中，我们还可以找到发光的蘑菇，种植之后可以变成巨型的发光菇，有紫色、绿色、橙色3种颜色，还可以合成砖块，非常好看，特别适合建筑党使用。还有一种被感染的树木，做出来的方块颜色非常白，也是一种很不错的建筑材料。另外还有一些发光的生物，比如发光的枯尾蝙蝠，海里面还有会发光的鱼，它们的身上都有被发光蘑菇寄生的痕迹。吃下用这些蘑菇合成的蘑菇包，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1分钟的夜视和发光的效果。这个蘑菇地的地底下还有很多大型的洞穴，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非常稀有的发光流浪商人。看看他卖的这些东西，都是在主世界里面随便就能找到的，又是一大奸商，怎么不干脆去西部当鬼魂啊？反正在这里平时也没有人可以见到他。话说这里的洞穴结构是真的好看，特别是开了光影之后，非常有秘境探险的感觉。总的来说，这是一个可以给原版生存中单调的生物群系添加不少乐趣，又提供了不少建筑材料的非常不错的模组。感兴趣的话可以试玩一下，然后由于时间关系啊，后面的黑森林和沼泽部分的话我们下次再介绍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我是小豹，别忘了关注我哦，拜拜。